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分享魔玩了，今天给各位分享一个接近完美的钢铁侠模型，就是 Hot Toys 的马克42合金 2.0。这期的马克42做的真的非常好，让我觉得 Hot Toys 已经拿回它的初心，认真做模型了。就目前来说，这款是我玩了那么多的钢铁侠中最完美的一款，虽然有一点点缺点，但是绝对瑕不掩瑜。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吧。首先，整个马克42的体型做得非常好，我也有1:4比例的。但是感觉1:6的就是1:4缩小了，但是细节没有缩水那种。体型、外甲的层次和旧化的涂装都做得非常好。以上这些都是基本操作，最重要的是这款马克42有很多的外甲开启设计，例如小腿的外侧就有2处可以打开，内侧也有2处，后面也有1处。打开之后呢，效果就是这样子。还有大腿也有4、5处。腿部整体打开就给人很震撼了，可玩性已经很好，但是上半身的背部开启之后真的是帅到无敌，设计的太好了，基本整个背部的外甲都可以打开，开启后的样子很好看，也要整个马克42外甲都打开，真的很帅，大家欣赏一下。除了众多可以开启的外甲之外，这款马克42可以拆卸的部分也挺多的，例如小臂的外甲拆卸后会有很不错的内构刻画。二头肌外甲外侧可以拆卸，拆下后会露出 Tony 手臂的衣服和皮肤。肋骨部分拆卸后就没有很多的细节了。还有整个胸部3部分可以拆，分别就是上中下。胸部的机械刻画呢也很不错，层次感比较好，不会像几年前那么敷衍了事。说到外甲拆卸，那么肯定就有替换的零件了。这次 Hot Toys 直接给了2套，一套是轻度战损，一套是重度战损，算是诚意满满了。现在换上这一套呢是轻度战损的，外甲上呢划痕挺多，但是还没有伤到内部，战损的细节和涂装都做得很好。假如说再锐利一点点，那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。然后就是重度战损，很多外甲已经穿透露出里面的内构了，最明显就是胸部这个地方露出蚀刻片和内构细节，还有大臂处已经露出 Tony 的衣服和皮肤，小臂也有一些露出内构的刻画，整个这个重度战损的刻画做得非常好，拍照也特别的上镜。因为看起来很真实。除了战损之外，为了还原电影某个场景 ，Hot Toys 良心的配了一条 Tony 的手臂替换件。这样的 Hot Toys 我是真的爱。替换也很简单，只要把手臂直接拔出来替换即可。这条手臂是硅胶的，起初我以为是一个硬胶不可动的手臂，想不到 Hot Toys 做成硅胶，内置可动关节了。皮肤的纹理做得也很好，就是这个外骨骼我觉得做得有点太粗了，其他都很完美。但是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这个露出右手臂的场景是哪个片段，有知道的网友记得告诉一下我。既然手臂装上了，那就不如也把头雕装上吧。说到头雕 ，Hot Toys 这2年也算是良心起来了，头雕基本上都配了可动眼，这换以前可是只有 DX 系列才有的，普通版本的魔丸只能固定眼睛。这个头雕后脑勺呢，看起来严丝合缝，实际上是可以打开的，通过配过来的工具就能调整眼睛活动，就是调整呢也需要一点点耐心。头雕的脸部损伤刻画做得很像，头雕的神情呢，我个人是觉得很像，像不像你们看一下吧。头雕替换很简单，只要把头盔拔下来，再装上脖套，然后就可以把头雕装上了。头雕手臂搭配重度战损，是不是很还原电影？不敢说像电影里面走出来，但是已经有10之8九的想象程度了。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。除了战损外甲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配件，例如说这个电影中出现过的闪光弹，还分成了合并和展开2个键，还有一个 Tony 的专属充电宝还有就是各种手型了，这些我就不多介绍了。现在来看看可动性怎么样？可动性一句话可以总结：优秀的很平常。说优秀是因为整体活动关节呢是很多且幅度挺大的，说平常呢是因为这是 Hot Toys 钢铁侠一贯的标准。头部抬头低头，左右扭头，手臂平举，还有往前往后，手肘双关节，手掌360度，腰部可以拉伸，拉伸之后弯腰幅度还凑合，扭腰幅度也还行，腿部可以拉伸，前踢和后踢都能达到接近90度，完全足够用了。侧踢有45度左右，大腿可以旋转。膝盖是一如既往的双关节，脚踝的活动略微差点，以前脚踝可以拉伸了，现在是严格了。另外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肩膀这个地方，以往可以360度随意旋转，现在不可以了，因为360度旋转的话呢，会扯坏里面的电线。总体的可动性呢是不错的，不过也没有什么突破。
主体和配件都说完了，现在说说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吧。首先，这次的马克思2不同以往的钢铁侠需要装很多的纽扣电池，它已经把所有需要亮灯的地方呢都用电线串联起来了，实现了官方版的一键开启。以后手艺人的活又减少了一样。但是它这个一键开启呢也有一个弊端，就是供电口在背部，想亮灯呢就必须插着一根 Type C 的线，会显得很突兀。其实既然小腿已经通电了，为什么不首先把充电的口放在小腿某处，例如说小腿的这里，这样子起码看不到背部挂着一根电线。这就是我觉得为数不多的缺点之一。既然都说缺点了，那我再说一个缺点吧，那就是地台。这个地台呢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实际到手质感一般。但是比起以前的6边形地台，这个可是好太多了。地台也是 Type C 的供电口，供电之后呢，上下2个地方都会有灯光效果。既然地台是 C 口供电，为什么不在上面设计一个 C 口输出？这样子就可以给马克思2供电了。其实不是很简单就可以实现吗？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这里开模明明可以一体完成，可是它很突兀的用了分件，里面肯定有什么乾坤。我决定拆开这个地台看看究竟。好了，这里确实是开了一个口子，后来给堵上了。地台既然打开了，不妨看看里面的构造。里面很简单，就有一条10灯柱的灯带，同时给上下2端提供光源。这么做确实省时省力，但是亮度不足。我个人不太喜欢长期插电的设计，所以我打算把它改成充电电池供电，然后遥控开关灯，再把灯带换成高亮度的。就这么干吧。是灯，没问题。组装回去。好了，看看效果怎么样？明显亮度高了很多，也不用怼着一根电线了。锂电池的容量也足以亮一段时间。好了，总结一下，个人对这个模型10分的话，我能给到9分。最大的扣分项呢，在模型的背部 C 口充电处。假如能把充电口改在小腿某处，会大大减少这根线带来的割裂感。小扣分项呢，在地台上没有一个 C 口输出，但是整体呢还是瑕不掩瑜。模型内构的刻画、外甲的涂装、替换件的用心、头雕的还原度、一键开启的灯、可开启的外甲、优秀的活动性，真的优点满满，非常满意且喜欢。这次的评测就到这里，下次这几款模型想看哪款，评论区告诉我，我这就去开箱，让你们看看不一样的评测。谢谢。